Hello， 大家，我是金。其实，在一拳超人主线剧情之外，还有一些有趣的番外篇，主要讲述了在奇遇身边发生的一些搞笑日常。其中便交代了奇遇战斗服的由来，在陨石事件过后，邦古对奇遇的试探，以及 S 英雄们的温泉聚会，也对正文没有交代的细节进行了补充，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那么废话不多说了，赶紧一起来看看这番外篇究竟有哪些好玩的故事吧。一个偷窃犯怪人慌慌张张地躲到了小巷子里，但还是被身后的男人给追到了。此人正是凭兴趣成为英雄，但此刻还没有秃头的奇遇。因为闪亮登场时一不小心把裤子给划破了，在解决了怪人后，奇遇便来到了网上缝补衣服的裁缝店。不过似乎老板大叔遇到了点麻烦。金は用意できたか、呉服屋。まだだ。どうすんで？期限はもう明日だぜ。等小混混走后，大叔才接过了奇遇的衣服。大叔经常照顾奇遇，知道奇遇生活困难，还坚持当英雄，所以经常不收他钱，并且还告诫奇遇最近少走动比较好，这一带的治安是越来越差了，很多店铺都因此关门了。而与此同时，之前的小混混回去报告了幕后老大，裁缝店的事还没有处理好。不过他也很疑惑，老大为什么这么执着于这些店铺呢？明明也赚不了几个钱。老大的回应是，他要的不是钱，而是满足内心毁灭一切的欲望。走在回家路上，奇遇琢磨了一番，的确如大叔所言，这些天什么扒手、入室抢劫、小偷等等是频频出现，治安真的变差了很多。今晚的电视节目是独角仙如何从幼虫蜕变成成虫，这个过程被叫做昆虫的变态。正看得起劲，门口就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房东老太太来催交房租了。见奇遇还是拿不出钱，警告他再不交就等着滚蛋吧。于是第二天，带着房租的压力，奇遇来裁缝店取裤子，却正好又碰到那混混前来收走了大叔的房产证。奇遇这才得知，原来大叔前不久因为资金周转问题去借了高利贷，后来因为利息实在太高，才将店铺抵了进去。他告诉奇遇，那帮家伙是住在连警察都管不了的地狱公寓里，那里早已经成为了魔窟。奇遇一听便表示要去帮大叔取回房产证来，结果巧了的是，按照大叔的指引，那魔窟不正是他所住的公寓嗎？果然，等奇遇挨个去敲响邻居门时，竟然全都是些干非法勾当的罪犯。隣の部屋のものだ。趣味でヒーローをやってる。そうか、頑張れよ。ヒーローだと。やべえぞ、あんちゃん。俺たちがここで偽札作ってることがついに嗅ぎつけられちまったじゃねえか。なるほど。さておめえ、俺たち兄弟が賞金首だと知って捕まえちまうって腹だな。賞金首。そうか。賞金首か。やれるもんならやってみやがれ。街边的小混混看到这一幕后，赶紧通知了老大，但已经为时已晚。奇遇的到来也并非明抢，而是拿出了国家法定利息额度的证明，以高利贷违法的正当理由，让那老大是一句话都反驳不了，气得当场就不做人了。原来其真面目是一只高利贷金鱼怪人。奇遇恍然大悟，这难道就是电视里说的变态吗？就像独角仙一样，受到这种侮辱，金鱼怪人哪里受得了？一场大战随即打响。本来奇遇应付起来还有些棘手，但耐不住那金鱼自个儿作死。永久賞金首の称号は伊達じゃねえよ。永久。然而，等奇遇拖着这群悬赏犯给房东老太太抵房租时，却被老太太恶狠狠地骂道：“为什么要夺走她宝贵的收入来源？”就这样，奇遇还是被赶出了公寓。好在裁缝店老板告诉了他 ，Z 市郊区有一个无人区，水电、煤气等都还没来得及关，这可太符合奇遇这无业游民了。另外，为了感谢奇遇替他守住了这间铺子，大叔亲手做了一套战斗服，因为在那个时候，奇遇为他挺身而出的背影，在他眼里就是真正的英雄。所以，这便是他这套战斗服的由来。吃个午饭的时间，奇遇将这个往事讲给了杰诺斯，可杰诺斯这铁疙瘩是完全不能理解，并表示要是老是想换战斗服的话，他也可以送一件哦。这一天夜晚，奇遇正看着一部名为《异形大战跟踪狂》的电影，里面的跟踪狂比异形的恐怖，着实令他心头一颤。因为最近他就隐隐感受到有某种视线在监视他，想来是最近打败了不少怪人，有一些对他怀恨在心的也很正常吧。不过他怎么也想不到，在对面的大楼顶上观察他的并不是仇家，而是前不久想拜他为师的杰诺斯。这是探寻关于奇遇老师如此强大秘密的第3天，仍然是毫无头绪。第4天，杰诺斯一路尾随着奇遇来到了一家餐厅里，说不定那强大的秘密就在饮食上呢。面对服务员的各种推荐，奇遇看了眼钱包后，点了一份薯条。
对，就只点了一份薯条。这一幕都看在杰诺斯眼里。等薯条上桌后，分量少不说，居然只有一根他最喜欢的长条形的。叹了一口气后，奇遇便起身去了趟厕所。等回来后，发现那唯一的长条形竟然不见了。奇遇赶紧叫来了服务员，告知有人偷吃他的薯条，差点没给服务员当成脑子有泡。此刻，杰诺斯一边正拿着这可能便是奇遇老师强大的秘密关键，准备将其交给库森诺博士研究研究。而奇遇一边心情很是不爽，难道说真的有跟踪狂吗？说着便准备蹲个点，好好揍那家伙一顿。殊不知，这一切都看在杰诺斯眼里，还以为奇遇老师在做什么训练呢。这时，突然街道上出现了一名怪人，看见奇遇后，竟指明是回来找奇遇复仇的。他是曾经被奇遇打败后变成了怪人，一路找来了这里。这么一说，奇遇就明白了。虽然他压根不记得这人，但想来就是偷吃他薯条的跟踪狂了。而另一边，库森诺博士的研究结果也出来了，这分明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根炸薯条。果然到头来什么也没发现，杰诺斯还是决定采取必要手段了。于是调查第5天，杰诺斯搬来和奇遇同居生活。这一天，杰诺斯因为在街上意外掺和了黑帮间的争斗，被对方老大误以为是敌人同伙，扣下了他的钥匙。为了澄清误会，拿回事关重要的钥匙，杰诺斯毫无保留地坦白了。不久前，他和奇遇去了趟澡堂子泡澡，对泡进水里的人都会发出怎样的声音，两人进行了一番讨论。どうですか？やっぱりなんか気持ち乗り切れねえな。せめてあの音じゃねえと。では、さあとかどうでしょう？さあ、なんかいまいちな気がするな。先生、あ？その音、正確にはファ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因为他装有绝对音感的装置，所以并不赞同奇遇这不标准的发音，给奇遇纠正了好半天。泡完澡后，奇遇还要按摩一会儿，便将家里钥匙给了他，并叮嘱他最近不太太平，小心别丢了。这呱呱说了半天，那老大人都傻了。ファのくだりとか丸ごといらねえじゃねえかよ。そのファは違う。ファだ。不过说起来，老大问起他口中一直提起的奇遇老师到底是谁，杰诺斯表示他是负责给奇遇老师跑腿的。听到跑腿，那老大又来了兴趣，让他接着说。后来奇遇想吃火锅，而正好又有2家超市在进行特价处理，但相隔很远，于是他们便决定分头行动。那老大这才知道跑腿原来指的是这个吗？还没完呢，他正在赶去超市的途中接收到了危险信号，寻思着先去解决掉怪人，再去买东西还来得及。そこで俺たちと鉢合わせたってわけか。いや、まだだ。没错，他只是顺手解决了一只怪人，结果去超市正好晚了2秒钟。当时他的心情可别提有多难受了，这说了半天也没说到点子上，给那老大气坏了。但杰诺斯的宗旨是凡事都要讲究顺序。后来为了买到食材，他又去了另一家超市，结果去关门了，这便碰上了那黑帮成员。从他口中得知，这家店关门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这帮人在到处闹事，所以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捣鼓了半天，这不就是路过而已吗？干嘛要唧唧歪歪这么多废话？气得老大说着便自曝身份，他们可是臭名远扬的悬赏犯，拔出了枪就要出一口恶气。这下好了，本来还以为是普通市民没有动手，既然是悬赏犯，那就不用废话了。最终钥匙拿回来了，但特价食材没能买到。果然他的实力还是不够给奇遇老师跑腿的。为了弥补，他用自己的钱去买了高价肉，一顿美味的火锅还是吃上了。在陨石事件里，亲眼目睹了奇遇一拳打碎陨石的场景，邦古无论如何都不想放过这样的人才，于是他便开始跟踪奇遇。果然被他发现，奇遇身边竟然还跟着个 S 级的徒弟魔鬼改造人，并且还能从奇遇随口一句卷心菜搭配的好，也能做出一顿美味的菜。从中领悟到武器再好，如果使用者没有能力的话，还是一堆废铁。这种武学心得，果然是聪慧过人的一对师徒。这么一对比，他家的茶篮子就差得太多了。这样下去，他的流水圈怕是要后继无人了。于是他便上前询问奇遇，他师承何人，是什么流派的功夫，竟能强大到一击打碎陨石？奇遇只是回应了一句：是靠锻炼。邦古没再说什么，邀请了奇遇明天来道场玩玩，到时候他一定会让奇遇认识到武术的魅力。可结果第2天，奇遇压根就没去道场，邦古又开始了尾随。全身都是破绽的奇遇，在邦古眼里还是太嫩了，他随手就能将其一击制服。这时，奇遇将一个塑料袋看成了猫，毫发无损地挡下了一辆大卡车。邦古再一次替奇遇那恐怖的身体能力感到震惊。不过正好，因为奇遇刚买的肉被卡车碾坏了，于是邦古便以道场有很多高级肉为由，终于是勾起了奇遇的兴趣，和他一同来到了道场。在吃肉前，邦古让奇遇来见识一番徒手劈瓦片。
一旁的茶篮子看呆了，不过转头一看，分かったから早く肉くれよ。既然如此，那就来试试反应速度。由茶篮子念出卡片名字，两人进行争夺。游戏开始。邦国的反应速度确实让奇遇吃了一惊，可接下来，取ったぜ。なるほど。より多く弾き飛ばした者の勝ち。而杰诺斯似乎也明白了游戏规则，就准备大展拳脚。为了保住道场不被拆掉，邦国只好拿出了最后的绝招。道场从古至今留下来的锻炼方法，有两人确定谁先出招，一般靠剪刀石头布决定，最后赢的一方就能发起攻击，另一方则防守。奇遇吐槽道：“这不就是菜去砸脑袋吗？”没错，这种小儿科的游戏都不用老师出手，杰诺斯先上。叩いてかぶってじゃんけんぽん，差点头都给敲秃了。奇遇来了兴致，换下了懵逼的杰诺斯。叩いてかぶってじゃんけんぽん。结果还是一样的，奇遇表示不服，可见连好几轮都没有拿到攻击资格。就在怒气值已经快冲破奇遇脑袋时，终于给他赢了一回。在奇遇还没拿起锤子时，邦古就早早戴上了头盔，不禁怀念起从前那充满活力的道场。可当他仔细看过去时，なんてパワーじゃ！ずりーぞ！避けるのありかよ！玩到这里，输赢已经不重要了，保住小命最重要。不过，通过这些练习，看得出来奇遇有在享受比赛的乐趣，这便是武术的魅力。说着便邀请奇遇来道场修炼修炼，收到的回应却是他一点都不想呢，倒是还想再玩玩刚才的游戏。杰诺斯表示，这次换他来做奇遇老师的对手。自从上一次败给奇遇后，索尼克就一直做噩梦。被他的声音给吸引过来的猎人关切地问道：“他一直在梦里喊着奇遇，所以那个叫奇遇的到底是什么怪物？”在索尼克眼里，奇遇并不是什么怪物，他自认为在实力上他并不输于奇遇，只是运气差了点。可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次，他仍是想象不到要怎么赢过那家伙。猎人告诉他，这是很正常的精神创伤罢了，像他一样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他曾在山里碰到过一只可怕的巨熊，他是这个大山的主人。说着还露出了他手臂上的伤痕。那一次因为跳下悬崖捡了一条命回来，自那以后他一拿起枪就开始发抖，所以他一直想要打败那只巨熊，重拾原来的自信和本领。所以索尼克也一样，只要打败那个叫奇遇的就可以。可话还没说完，哪里还有人影？桀骜不驯的索尼克根本就接受不了，说他是在害怕奇遇。但后来再一次为了保护小猪军和巨蟒战斗时，他脑海里还是会闪过奇遇那一拳的画面，他则慢慢接受了这一事实。从那以后，为了能打败心中的恐惧，他没日没夜的修行，不再逃避恐惧的训练，让他终于克服了心理障碍，在脑海里的演练中破解了那一拳，并成功打败了奇遇。恐怖さえ克服すれば風神か！就这样，索尼克和猎人告别，便出发去找奇遇报仇了。而他前脚刚走，猎人一边就遭到了巨熊的袭击。为了克服心中的恐惧，猎人坚定地举起了枪。可谁知道，关键时刻没子弹了。就在这危急时刻，熊いた。小猪军一眼便认出了奇遇的样貌，吓得拔腿就跑。而那张牙舞爪的巨熊，まあいっか。熊で。变成了一顿美美的熊肉火锅。而奇遇并不知道，此刻城市的上空，索尼克正寻找着他的身影。在小巷子里，吹雪带领手下的吹雪组又打败了一只实力不俗的怪人。只要继续这样下去，他吹雪组一定会名扬天下的。可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压根就没有提到过他们吹雪组，全都是深海王被打败的劲爆消息。更令他不爽的是，他那 S 级的姐姐龙雪什么也不看，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心情不悦的他搭上了去往 Z 市郊区的列车，准备去散散心。而正巧去城里替奇遇买完螃蟹回来的杰诺斯也是这趟列车。あいつは確か B 級1位地獄の吹雪、自ら組織する吹雪組を率いて、一体なぜ？花粉症か？这时杰诺斯突然收到了英雄协会打来的电话，告诉他
他们乘坐的这趟列车被名为炸弹魔的悬赏犯安装了炸弹，一旦列车到站，就将引爆炸弹。杰诺斯不愧是 S 级英雄，行事果断，让吹雪疏散乘客，他去想办法逼停列车。吹雪用超能力一个个将后脑的乘客送下了车，而这其中还有一名妹子也是英雄，虽然只是 C 级，但他表示炸弹就由他来负责找出来。杰诺斯一边跳到了列车前边，使出了浑身解数，才发现列车的限速器也被动了手脚，根本就停不下来。而此刻，吹雪送走了最后一名乘客后 ，C 级妹子也找到了炸弹，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吹雪果断将妹子送进了车，决定用超能力试试能不能控制住这爆炸所产生的气体膨胀。可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能做到这样的地步。就在这千钧一发间，基诺斯被一股力量扔到天上，吹雪也被送进了车。只见整辆列车都飞到了空中。吹雪不用想都知道，能做到这种地步的人，只有他姐姐龙卷了。龙卷询问他为什么没有选择逃走，他冷漠地表示关他什么事。到头来结果仍是这样，他越是努力就越能看清他和姐姐的差距，要不就试着放弃了吧。可走在半路上，那个 C 级妹子突然跑来向他表示了感谢，并说道他本想放弃当英雄的，因为吹雪才重新振作了起来，并表示要努力升到 B 级，然后加入吹雪组。妹子的话让吹雪看到了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也重拾信心，振作了起来，为了有一天能证明给姐姐看。与此同时，另一头的杰诺斯也深受打击，竟说出了想让博士给他加装超能力这种不可能办到的事。理由是他要是有超能力，螃蟹就不会爆炸了，奇遇老师也不会白白等他一整天了。遅いな、あいつ。在英雄们的温泉聚会上，发生了一起难以置信的杀人事件。事情还要追溯到2天前，外星人入侵事件结束后，英雄协会组织了2天1晚的温泉旅行，也相当于庆功宴了。原子武士和球棒质疑起这些啥也没干的家伙们为啥能一起来。Flash 表示他是去别的地方消灭怪人了，诸神是肚子太饿回家吃饭去了。金雀侠表示他只需要保护自己的城市。越看越不顺眼的球棒就会和 Flash 打起来了。相比起这边的吵闹，隔壁的女生们就安静多了。龙卷不屑地表示明明靠他一个人就够了。泡过温泉后，协会组织大伙享用美食和美酒。原本只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顿酒会，谁也没料到原子武士称他当时把刀放在酒会上，被人偷偷拿走了。再加上有人能证明原子武士当时在喝酒，排除了嫌疑。这时邦古提出他们似乎都没有杀人动机吧。说到动机，黑光想起不久前性感囚犯一直偷偷盯着僵尸男，囚犯解释道他只是觉得僵尸男很赞，要是他的人就好了。另外他只会对穷凶极恶的罪犯动手，不会杀人。但基于囚犯经常坐牢，社会信誉度低，不排除嫌疑。这么一说，囚犯表示他也有线索。他曾听到那边的秃子一脸奸笑地问僵尸男怎么用劲打他都打不死是吧？这种非常危险的话。奇遇表示他只是听说僵尸男是不死之身，有些好奇罢了。金诺斯立马就站出来力挺老师，不可能是奇遇老师，因为如果奇遇老师想杀人，只需自以为想明白一切的金诺斯偷偷告诉奇遇，放心，他到时候会替老师辩护的。气的奇遇是当场就要发飙，是越抹越黑。先不谈奇遇，在一旁一直盯着僵尸男尸体不说话的 Flash， 去吃早餐没有回来的朱晨，还没起床的警犬侠，从早上来就很安静的金属球棒都有嫌疑。这时原子武士突然提到，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也很可疑吧？那个人正是刚赶来的 King。King 告诉他们，当晚他口渴去售货机买饮料时，就已经看见僵尸男倒在地上。同理追问道 King 当晚都干了什么？個室についている浴槽に使った後、眠りについた。なんでわざわざ部屋の風呂に入ってんだ？それは個人の自由だ。越说嫌疑是越大，甚至还听到了 King 的帝王引擎。就在一场大战即将打响时，龙卷突然冒了出来，表示既然都有嫌疑，那他就全部绑了再说。就在此时，地上的僵尸男有了动静。等他清醒后，向众人解释道：昨晚他喝多了，只记得这把刀突然从空中飞向了他，并且刀身上还泛着绿光，就像那样。这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龙卷身上。龙卷嚷嚷着表示他不记得了，况且他本来就知道僵尸男打不死，何必要做这种事呢？为了不让事情进一步恶化，反正僵尸男也没事，就此结果吧。等众人走后，西奇找到了童弟，将当晚的监控录像放给了他看。这件事恐怕也只有杰诺斯清楚了。仔细想来，这一切都是奇遇老师造成的结果。在当晚，龙卷表示他不想喝这么难喝的东西，被奇遇一把夺了过去，让他一个小鬼头别学大人们喝酒，该喝橙汁才对。奇遇的话让龙卷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便一发不可收拾。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一天，公园厕所里，几个特异功能论坛里的小混混聚集于此，准备干一票大的。刚商量好计划，就碰见了上完厕所的奇遇。不把奇遇当成了迟到的同伙，将做完的计划统统告诉了奇遇。看着奇遇听的是一脸懵逼，一问才得知，原来他们竟把计划告诉了一个职业英雄。不过问题不大，看起来就像个杂鱼，正好拿来热热手。说着几人便要向奇遇展开攻击。首先是会喷火的火男，
然后是会冰冻的帽子男，最后是会控制野兽的眼镜男。见奇遇竟然毫发无损，火男就要使出绝招，结果反倒是引火上身，把自个人给点着了。おいおい大丈夫か？经过一番折腾，三人面面相觑。果然，相比起那些超能力者，他们的实力还是太弱了。不过他们是不会放弃的，正因如此，他们才需要干一番大事来向世人证明自己。不明所以的奇遇还以为几人是他粉丝呢。几人正想解释，突然间地面开始剧烈颤动，随着公园广播通告着有危险生物出现在地底下，是一只能操控土地的怪虫土蚯蚓。这阵仗吓得几人是跪地等死，而奇遇压根儿懒得躲。哪里？知道碰上硬茬的蚯蚓怪还想逃，可已经晚了。听到动静赶来的杰诺斯，瞅见是奇遇老师在这儿，那就没事了。而那三人组瞅见既然是魔鬼改造人来了，自然而然的就把打败怪人的功劳算在了杰诺斯身上，毕竟那可是 S 级英雄。有杰诺斯坐镇，他们就不敢说出实情了，忙着解释道，其实他们是想找尊敬的奇遇老师成为英雄的。可谁知道顺着杰诺斯的话随口这么一说，给奇遇听到后就不一样了，果然是他的粉丝嘛。那么作为他的粉丝，又想成为英雄的话，仅凭他们这的实力可不够，起码要做到火男能挡住陨石坠落，帽子男能用冰罩子保护城市，眼镜男能驯服外星生物这种程度才行。看上去骇人听闻，不过没关系，接下来就由他来进行魔鬼训练：跑步、仰卧起坐、俯卧撑。只有抛开对特异功能的依赖，锻炼到身体，才能真正的变强。杰诺斯在一旁附和道：“没错，别以为那么容易就想让奇遇老师收你们为徒。”瑟瑟发抖的几人完全搞不清状况，但也不敢多问，以后再也不想干什么大事了。而他们并不知道，之前的蚯蚓怪凭借着身体小躲过了一劫，正在暗自庆幸。可结果，地球からのメッセージ。为了打倒山上的怪人 ，S 英雄们冒着暴风雪上山，却根本没有发现怪人的踪迹，便决定在英雄协会名下的山庄休息一晚。而正巧碰到了同样被困于此的奇遇和杰诺斯，还有前来休假的常客闪光 Flash， 让他们不要打扰他休假。一众人就怎么分配房间进行了一番激烈讨论。杰诺斯想要最大的一间，奇遇想要分房睡，黑光睡哪儿都行，只要能锻炼。童力和球棒就最安静的房间产生了争执，将士人从旁调解。殊不知窗外正有一道身影在观察着他们，正是前来找奇遇复仇的索尼克。一旦找到奇遇落单的机会，他就动手。可没想到这伙人分个房间需要那么久。お前は？为了不让索尼克被冻死屋外，暂且将他关在屋里。就这样，分完房间的众人回到各自屋里休息。杰诺斯是铁脑袋，怎么说都要守在奇遇的房间里。结果还真被他撞见了前来偷袭奇遇的索尼克。まったく。アクショ騒がしいな。突然的停电和这巨大的动静惊动了众人，竟发现僵尸男暴毙在客厅。难道说是山中怪人干的吗？童力分析了一番，做出结论：屋里除了他们几人，没别的生物反应了，所以凶手就在他们之中。话音刚落，暴毙的僵尸男已经醒了。他告诉众人，停电后他做了奇迹，却并没有看到犯人的身影，而同为英雄的大伙也不至于伤害同伴，那就只有……可话音未落，索尼克就跳出来否认道，他是来找奇遇复仇的，不会干那种事。另外，他可不是因为怕冷才不敢出去的。这么一分析，童力又得出结论，那很可能便是擅长易容或精神控制的怪人所为，所以犯人还在他们之中。那么首先做出各自的不在场证明。杰诺斯力保奇遇，顺带和索尼克较上劲儿了，表示停电后凭他们的速度，索尼克完全可以去杀人，他可以杀2个，奇遇老师能杀10个，是越描越黑。黑光则一个人在屋里健身，没法作证，而球棒在和妹妹通话，作为亲人的证词同样不能作为证据。童力则已经歇息了，所以到头来他们全都不能自证。奇遇突然觉着他们好像忘了什么似的。家のゴミ出しなら俺がしておきましたが。被这么一打岔，他也想不起来了，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说到这时，黑光突然端来了一份美味的夜宵，让大伙放松下紧绷的神经。奇遇和球棒刚抬起手，これに毒が入ってたりしてな。看不下去的僵尸男表示上楼去换身衣服。童力突然察觉了异样，难道说在第一人被杀后，让剩下的他们开始互相猜疑，最后自相残杀，这才是真凶的目的吗？所以真凶很可能便是主动寻死的第一人，也就是僵尸男。这越说是越邪乎。就在众人你一嘴我一嘴时，英雄协会一边打来了电话，
告诉他们已经查到那山中怪人的身份了，是一只轨迹以上的疯狂棕熊，攻击方式很简单，只会用蛮力拳打脚踢。一听这话，众人就傻眼了，意思是怪人根本就不会精神控制和易容。就在这时，破洞的窗口吹进了凉风，让奇遇打了个喷嚏，佟丽瞬间就明白了，原来根本就没有犯人。在干燥的空气中，因为索尼克和杰诺斯的争斗产生了大量粉尘，被奇遇一个认真喷嚏打到了客厅里。等江山南前去查看时，打开火机，就造成了粉尘爆炸。原来搞了半天是闹了个乌龙。就在众人不知该如何跟江山南解释时，突然间山中怪人疯狂棕熊闯了进来，来的正好，这下子就有人背黑锅了。这场闹剧终于是结束了。当然，在屋里使用大量电器导致跳闸的 Flash 也是共犯。这一天，刚吃过饭的奇遇一家正一前一后的看着电视。奇遇突然想吃袋薯片，结果没控制好力道，奇遇的无心之举将杰诺斯拍晕了。没想到，等杰诺斯醒来后，竟然失忆了。不仅不认识奇遇，就连性格和声线都变成了杰诺斯酱。それで僕はなんでこんなところにいるの？お兄ちゃん、これ読んでいい？可当被奇遇告知他是因为来找奇遇收徒的，瞬間就化身漫画里的大哥大，冲奇遇一阵怒吼。ふざけんな！俺がてめえみたいな20秒もありゃ書けそうな面のやつなんかに弟子入りするはずねえだろ！接着便准备一炮轰了奇遇。正好这时，吹雪前来找奇遇，看见这一幕，人都傻了。两人分析后得出，杰诺斯失忆后，脑子会复刻漫画里的角色记忆。刚说的事儿，杰诺斯就化身霸道总裁，向吹雪发起了进攻。吹雪嘴角一笑，说是有急事，先走一步。没过多久，杰诺斯就感受到附近有高能量反应，就算脑子不好使，但身体本能的就冲了出去。而那高能量反应正是吹雪制造而出的。他哄骗着杰诺斯，说他曾经是非常要强的 S 级英雄，是已经自愿加入他们吹雪组的希望之星，人称炮灰杰诺斯。可计划并没有那么顺利，满脑子浆糊的杰诺斯不愿相信，逃到了街上。就在他绞尽脑汁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正好在这时撞见了一只诡计怪人当街行凶，周围的人也认出了他，纷纷喊叫着魔鬼凯瑟琳的名字。他的身体也不自觉地动了起来，带着怪人远离了闹市，又回到了之前的仓库。可已经忘了战斗姿态的他根本不是怪人的对手。怪人怒吼着一定要向人类侵占他们的领地复仇。一听到复仇二字，杰诺斯似乎本能地告诉自己他还不能死，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必须要做。可仍是被怪人的一手天气控制打得毫无还手之力。これは何か思い出せそうな天候変化。但正如奇遇曾说过的，机器失灵的话，只要拍一拍就好了。被打通了任督二脉的杰诺斯终于恢复了记忆和实力，随手便收拾掉了怪人。貴様のおかげで俺は全てを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た。焼却。然后拿着上好的肉去找奇遇老师道歉。奇遇倒是没什么，只是又问了一遍。俺って20秒くらいあれば書けそうな顔してんのか？不愿欺骗人的杰诺斯果然已经恢复正常了呢。今天在这里将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比赛，参赛选手不仅有武术天才饿狼，还有格斗冠军水龙，战况恐怕会异常激烈。杰诺斯一听，神色紧张的跟在奇遇身后，准备迎接大战。可结果竟然是格斗游戏界的最强争霸赛，冠军可得高达500万日元的大奖。正是因为这奖金，奇遇果断报名了。看奇遇一脸的自信，杰诺斯问起：“难道玩游戏老师也是无敌的吗？”奇遇笑着回应道：“那是因为比赛不仅仅支持传统的摇杆控制，也支持和身体完全同步的 VR 操作，所以说500万他拿定了。”很快，第一轮比赛就开始了。奇遇满怀信心的准备一拳 KO 掉对手，可结果被对手瞬间秒杀。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毕竟他拳头的威力也没有附加到游戏角色身上。但令人可气的是，对手那充满讽刺感的角色外貌。再看其他场次的对决，都进行了有条不紊。饿狼稳打稳扎，一直杀到4强。水龙凭借一手无敌腿法，也轻松杀入4强。接下来的半决赛将是狼和龙的巅峰对决。果然不愧是高手对决，完全不是其他场次能比的。饿狼以流水盐碎拳发起猛攻。まさかシルバーファングか。でもジジイがこんなゲームするわけねえよな。腰曲がってねえし。水龙也用明体空龙拳发起反击。風流拳。竜の方もすごいすごい。
一时间是谁也不输谁。就在饿狼准备用最后的杀招定胜负时，竟然因为动作过快导致游戏出现故障，被另一边不知情的水龙直接一套带走了。气得饿狼就准备去找水龙来一场线下单挑，但碍于周围人异样的目光，想想还是算了。而与此同时，另一场的半决赛也分出了胜负，接下来便是最终的决赛。水龙的对手正是那秒杀了奇遇的比基尼考拉。比赛开始。あいつが KO。几乎是刚宣布比赛开始就结束了，结果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水龙被考拉一套秒杀。对此，水龙是来了兴趣，那他动作明显不可能是摇杆操作，毫无疑问，他输给了一个绝世高手。等到冠军上台颁奖的时候，看着他手里的手柄，奇遇和金德斯彻底懵了，这人竟然连摇杆都没用，只用了手指。すまないな、強すぎて。这一天，邦古和原子武士正眉头紧锁着，想试试悠闲又平静的钓鱼生活。上周还在跟外星人打架呢，这会儿就感叹着身体不行了，一个跑10公里就喘气儿，一个酒都不怎么喝了，还真是岁月不饶人呐。嘴上都这么说，可实际上两人都在暗自较劲，要是放在10年前，恐怕早就打起来了。就在他们钓鱼的对岸，索林蛤蟆和无证骑士正追着个怪人来到这里，怪人逃进了这湖里边，居然这个时候还有人在那钓鱼，这会儿让他们逃已经是晚了，只有直接打败怪人了。而另一边，邦古和原子武士正好谈到了现在的年轻一辈，很多都是空有一腔热血，没有真材实料。原子表示，他那徒弟居合可不一样，经过外星人入侵事件断了一只手臂，不但没有消沉，反而更刻苦的训练。そういうやつじゃなきゃ俺の弟子なんか務まらねえよ。邦古感叹道：“他原以为那家伙也有像居合一样一往无前的毅力呢，可结果根本不知道现在那些小辈们整天都在想些什么。”两人的谈话正好对应着另一边的战况。邦古说道：“英雄协会也有问题，搞些人气排名什么的，让一些英雄甚至戴上了面具来吸引人气，也不会判断对手的实力，看上去努力，但其实根本没有找准方向呢。不过话说，现在的怪人是越来越多了，露出真面目的怪人是自称大山鲛的4眼虫，水里作战他可不惧任何人。”打倒了2蠢货英雄，就准备冲湖中那2吓得动弹不得的钓鱼客动手。然而瞅见这一幕的无证骑士可不答应，就算拼上性命，他也要阻止怪人。这番气势得到了邦古的称赞，可光有气势可不够。しかしな、若造よ。おい、ガッツだけじゃ足りんぜ。大山鲛似乎感受到了这老头的不一样，果断发起了进攻。没错，消失半天的索林蛤蟆在怪人肚子里呢。原子武士总结道：“气势要配上足够的实力才行。”结束了风波，原子武士就最近怪人评述的势头询问邦古，还有没有能分担压力的高手。邦古回应道：“有一个实力超乎想象的人，就连他也难以匹敌。”原子一愣，没想到和他争斗了这么久的邦古竟然会自叹不如，那个人究竟是有多强？这一天，被关押在监狱岛的性感囚犯通过电视的新闻播报，得知一只垃圾场怪人正在靠近他们的监狱，于是便来到监狱大厅。なんだってんだ。给新来的囚犯吓傻了，不过立马就反应过来，寻思着能不能趁机越狱。但监狱的前辈们都知道，除了老大之外，他们一旦踏出这里一步，就会被监控发现，被打成筛子。可谁知道，性感囚犯一边，怪人倒是解决得很快。可战斗溅起了碎尸，不小心破坏了高压电线，导致整个监狱岛都陷入了瘫痪，让一些早已按耐不住的囚犯们给逃了出去。一共10人都是因为他逃走的，很可能会导致负责人小天心被责罚，他一定要想办法弥补。那群逃走的囚犯们刚找了个废弃仓库做据点，没想到就少了3人。现在这个节骨眼单独行动，很可能就会连累他们。没错，此刻的性感囚犯已经光速收拾掉了单独行动的几人。就在刚惩罚完第3人的时候，索尼克竟然冒了出来。渴望战斗的他让囚犯要不把他也抓回去，毕竟他也是从监狱逃出来的。可囚犯却表示，索尼克是凭实力越狱的，他不会动手。说完便跳走了。另一头，陆续有人出去找吃的没回来，如今只剩下5人了，都提心吊胆的，怕被囚犯抓住，那可比普通的刑法折磨100倍。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动静，还以为是同伙回来了，没想到竟然是一只深海族的怪人。原来他们这个废弃仓库正是这怪人的老巢。正当怪人准备大快朵颐时，囚犯让吓回来的小弟们赶紧去躲起来。可实际上，教怪人来说，他们还要更怕囚犯一点。为了让小弟们安心，即便只是个虎级怪人，囚犯也启动了暴衣模式、天使形态。
一顿乱拳打在怪人脸上，同时也打在小弟们的心口上。怪人是被打趴下了，小弟们也吓尿了，想起被抓回去的场景就浑身发抖。就在此刻，那怪人挣扎着竟然重新站起了身，性感囚犯让他最好不要挣扎了，是打不过他的。没想到怪人激动地表示，他当然很清楚，但这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他不甘心被这种变态打得还不了手，这是尊严的问题。怪人的奇妙发言，囚犯是搞不懂，但身后的小弟们却看到了希望。就是这样，一定要战胜他！怪人大侠。可到头来，结果仍是改变不了。经过这一次惩罚的他们，想必再也不会有逃跑的心思了。好了，到这里就是《一拳超人》番外篇的全部内容了，一共13集，每一集都充满了一拳特有的日常喜剧元素，但都与主线剧情无关，是独立而出的小故事。除了第一集严格意义上不算是番外的超长篇，其余每一集都是短短的10分钟，一口气看下来，让人完全忘记了时间。后期是基于一拳里每个人物的设定都非常有趣，所能构造的故事也相当丰富。要是能以这样的剧集出一整季，应该也挺不错的呢。好了，那么喜欢本期视频呢，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秦，我们下期再见。